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刚刚开始演讲，他的助手就出现在会场上，在他耳边低语说了一些什么，悄悄话说了1分钟。第二个助手走上前来，也是一阵耳语。在这时，他匆匆离场。而就在同一天，多家英国媒体同时报道，正在北大西洋某处执行对俄罗斯绝密任务的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核潜艇因艇内起火被迫停止任务。当时胜利号携带了多枚带有核弹头的3叉戟2型洲际潜射弹道导弹，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火情发生后，潜艇上的约130名船员都在奋力灭火，火势很快控制住，但发生这种事情，任务也没法执行了，只能上浮排出潜艇内的毒烟，然后原路返回。该事件发生在6天之前，一直到1周后的7月11号，该潜艇才艰难地返回苏格兰的法斯兰海军基地。目前英国政府也是刚知道这件事情。这些媒体猜测苏纳克匆匆离场跟这件事脱不开干系。英国媒体的猜测是真是假咱姑且不论，但英国军队一年比一年拉胯的，大家是真的有目共睹。从20世纪开始，英国的军事实力各种衰退，进入到21世纪后，英国的装备质量、士兵的战争素养更是直接断崖式下跌。目前，英国皇家海军规模仅剩下2艘伊丽莎白级女王航母、6艘45型驱逐舰、10到12艘23型护卫舰、4艘前卫级战略核潜艇、4艘机敏型攻击核潜艇和2艘特拉法尔加级攻击核潜艇。就这点东西，你大英皇家海军还维护不明白呢？先说航母，伊丽莎白女王级不安装阻拦索，不安装弹射器，这已经是旧闻了。威尔士亲王号出港抛锚也不是什么新消息了。2020年2艘航母出海执行任务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就100多天，然后是6艘45型驱逐舰号称是大英帝国最强主力驱逐舰，性能不亚于阿利伯克。然而英国连4艘战舰的妥善率都无法保持，超过3艘以上的45型一块出勤已经算是奇闻了。最重要的是，这6艘驱逐舰的反潜系统全都有故障。接下来是战略核潜艇作为能搭载多枚核弹，一不留神就能毁灭世界的大杀器，这玩意儿你得好好保护吧。结果2009年，英国的前卫号弹道导弹核潜艇与法国的凯旋号核潜艇在大西洋上直接相撞，差点引发非常严重的核泄漏。顺带一提，2艘潜艇上面当时都是带着随时可以发射的核弹头的。2016年伏击号核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与商船相撞这次好点，上面只带了38枚重鱼雷和战斧巡航导弹，没带核弹头再看今年带了核弹头的胜利号潜艇内部起火，如果灭火不及时，绝对是一场远超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至于核潜艇上的水兵，2017年爆出来英国皇家海军士兵在前卫级核潜艇上面开吸毒 party，还有2021年机敏号核潜艇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个女中尉在存放有核弹头的核潜艇基地里面拍小电影另外问下这个谁有资源别误会我就是想看看这个英国的核武基地到底是啥样的。真的要我说，干脆就别让英国人有核弹了，你自己不好好保养核武设备，整的全世界跟着提心吊胆。当然了，水里游的拉胯，你天上飞的也好不到哪儿去。英国皇家空军在2005年出了这么一个事儿， C130 运输机在执行运输任务途中被恐怖分子用防空炮击落。 C130传说中的大力神你要是被专业防空导弹击落，我也不说啥了被 RPG 击落了我都能尽量理解，那你被防空炮击落是怎么做到的呀？要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有新闻有图片，我都不信，你知道吗？最后一查飞行员过于自大，认为当地没有多少防空，大白天低空飞行，一炮被干碎。你说俄罗斯低空飞行是为了扔铁炸弹，你运输机执行运输任务，你为啥也要搞低空飞行还有去年英国一架 F-35 战斗机在地中海执行例行行动中坠毁这一摔1个多亿美元出去了。而且由于坠毁位置在地中海，那俄罗斯人也派出部队打捞，真就是差点美国军队最强战斗机的秘密就暴露在俄罗斯面前了。到目前为止，英国海军都没能凑齐能塞满2艘航母的 F-35 战机
执行远洋任务的话，必须把2艘航母上所有飞机凑给一个航母用，而且凑齐这一个航母的 F-35，你还得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租借一部分，要不然你一艘的量都凑不齐，只能说这实在太丢人了。随着英国不断衰落，经济不断下行，分给军队的钱也是越来越少其实英国政府自己也有一副摆烂的趋势，他们也想明白了，我不过就是美国人的核武发射基地而已国防什么的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你摆烂归摆烂可以的话，本虎还是希望英国可以早日把自己的核弹头全交出去。毕竟你把核武器放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有核国家手中，给世界带来的危险恐怕比古巴导弹危机还要大。毕竟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美国和苏联手里捏着核按钮，能控制核武器的发射权，而你英国核武器隔三差五出事故，这个东西人类可没法靠理智来控制